你敢信嗎？我們現在能跑能跳能刷手機還能跟朋友聊天的人類，往进化樹的根上扒一扒，4億多年前的老祖宗竟然是一條在遠古海洋裡游來游去的魚。這可不是什麼科幻小說裡的設定，而是中國科學家用實打實的化石證據，讓全球學界都為之震撼的重大發現。我们終於首次完整證實了從魚到人的演化路徑，連國際頂級期刊《自然》都一口氣發了4篇相關論文，其中3篇登上封面，這排面簡直了。可能有人會說，不對啊，我從小聽的是人類祖先是古猿，怎麼突然變成魚了？別急，我們先把話說清楚，不是現在菜市場裡賣的草魚、鱸魚進化成了人，而是我們和這些現代魚在4億多年前共享一個生活在水裡的共同祖先，而且從魚到人不是魚蹦上岸就變人這麼簡單，而是一場跨越了5億多年的生命升級大賽，每一步都藏着不可思議的演化密碼。而中國科学家找到的那批化石，就是解開密碼的鑰匙。先說個冷知識，現在地球上 99.8% 的脊椎動物，包括我們人類，都有上頜和下巴，科學家管這叫有頜類。你可別小看這对下巴，它可是脊椎動物演化史上的逆襲神器，沒有它之前，遠古的無頜魚多數只能像吸管一樣濾食或吸食，少數如七鰓鳗則是寄生性摄食，生存方式特別受限。有了下巴之後，就能主動捕食、咀嚼，生態位直接拉滿。但問題來了，這麼重要的下巴是什麼時候、怎麼出現的呢？之前全球古生物學界都卡在這裡，因為最早的完整有頜類化石只能追溯到 4.19 億年前，可分子生物學推算有頜類的起源至少在 4.5 億年前，中間差了足足3000萬年，就像一本書少了關鍵的幾章。誰也不知道這3000萬年裡發生了什麼，連古生物大佬阿爾弗雷德·羅梅爾都把這叫古生物學史上顽固的重大空白。直到中国科学院朱敏院士团队出手，這事兒才有了突破。他們花了10年時間，跑遍了全中國200多個可能有古魚化石的地方，最後在重慶秀山和貴州石阡找到了2個世界級的化石寶庫，重慶特意埋藏化石庫和貴州石阡化石庫。先說說重慶這個，距今約 4.36 億年，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個能找到完整志留紀早期有頜類化石的地方。裡面挖出的魚化石，不僅骨頭清清楚楚，連身體的細節都保存得特別好，就像給4億多年前的魚祖先拍了高清照片。而貴州石阡的化石庫更早些，距今約 4.39 億年，裡面藏着很多有頜類的微體化石，比如牙齒、棘刺這些關鍵部位，正好補上了更早的演化線索。這2個化石庫裡挖出的5種古魚，每一種都能顛覆我們對魚祖先的認知。比如在重慶發現的奇蹟秀山魚，它可是目前地球上找到的最早有完整下巴的脊椎動物。換句話說，這是我們能追溯到的地球上第一張臉。你想想 ，4.36 億年前，這條魚已經有了能開合的上頜和下巴，能咬碎食物，防禦天敵。這在當時的海洋裡絕對是高端裝備。還有如文沈氏鯽魚，它是迄今發現的最早保存完好的軟骨魚。我們現在看到的鯊魚、鰩魚都是軟骨魚，可誰能想到它們的老祖宗竟然是披盔戴甲的？這種魚身上既有軟骨魚的特徵，又有盾皮魚的骨甲，直接證實了鯊魚是從穿盔甲的祖先演化來的。這一下就把軟骨魚的起源故事改寫了。再看貴州石阡發現的雙裂前齒魚，它的牙齒化石可是個大寶貝。之前全球已知最早的有頜類牙齒化石只能追溯到約 4.1 億年前，而這條魚的牙齒距今 4.39 億年，一下子把牙齒的演化史往前推了1400萬年。更關鍵的是，它的牙齒結構和我們人類的牙齒有相似之處，這意味着我們現在能啃排骨、嚼米飯的牙齒，最早的原型竟然在4億多年前的古魚嘴裡就出現了。還有新宿梵净山魚，它的幾次證明，早在志留紀早期，原始軟骨魚就已經演化出了獨特的形態，還兼具硬骨魚的特徵。這一下就解決了學界爭論了好久的奧陶紀、志留紀魚類鱗片分類問題，相當於給之前混亂的演化線索理出了清晰的頭緒。除了有頜魚，
還有一種無核魚也特別重要，就是重慶發現的靈動土家魚。它是目前第一條保存完整的盔甲魚類化石，科學家在它身上發现了腹部的腹侧鳍褶。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我們人類的胳膊、腿這些成对腹肢，最早的起源就是魚的胸鳍和腹鰭，而靈動土家魚的鳍褶正好證明了鳍褶理論。最早的魚身上有一條連續的鳍褶，後來慢慢分成了胸鳍和腹鰭，再演化成我們的四肢。這就像給魚的鳍怎麼變成人的腿這個問題，找到了最直接的化石證據。之前國外發現的提塔利克魚是 3.75 億年前的過渡型物種，介於肉鳍魚和两栖動物之間，而靈動土家魚比它早了6100萬年左右，直接把四肢起源的線索拉得更早了。說到這裡，我們得把從魚到人的完整路徑捋一捋，你就知道這些化石有多關鍵了。大約 5.18 億年前，雲南澄江生物群裡出現了昆明魚、海口魚，這是最早的脊椎動物，相當於脊椎動物的第一顆種子。到了 4.4 億年前的志留紀早期，重慶、貴州的這些古魚登場，有頜類開始崛起，奇蹟秀山魚有了下巴，如文沈氏鯽魚開啟了軟骨魚的演化，靈動土家魚為四肢打了基礎。再到 3.9 億年前的泥盆紀，肉鳍魚逐漸演化出原始的肺和骨化的魚鰭，之後出現了提塔利克魚這樣的過渡型物種，開始嘗試從水裡爬到岸上，慢慢演化成兩棲動物。接着兩棲動物演化成爬行動物，而爬行動物中的兽孔類也叫四哺乳爬行动物逐漸分化出哺乳动物的祖先。大約700萬年前，南方古猿學會了直立行走，一步步演化成现在的人類。你看，這是一條環環相扣的鏈條，而中國發現的這些 4.36 億年、4.39億年的化石，正好填補了有頜類起源這個最關鍵的缺口，讓整個鏈條終於完整了。這事兒在國際上引起的轟動可不小。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教授、國際古脊椎動物學會前主席約翰·朗專門撰文說，這確實是令人驚嘆、改變演化格局的化石發現，改寫了有頜脊椎動物早期演化歷史的幾乎所有方面。要知道，之前國外对志留紀有頜類的研究一直沒什麼大突破，北美、澳洲的志留紀地層挖了那麼久，也沒找到這麼完整的化石，而中國一下子就發現了2個世界級的化石庫，這讓中國直接成了全球從魚到人研究的核心陣地。朱敏院士就說過，解密有頜類的起源與崛起，探索從魚到人的演化路徑，還要看中國。而且更讓人期待的是，現在我們對這2個化石庫的研究還只是冰山一角。重慶特意埋藏化石庫裡還有很多沒來得及研究的化石，說不定未來還能找到更早期的有頜類，甚至發現一些全新的古魚物種。貴州石阡的化石庫也可能藏着更多關於牙齒幾次演化的細節。想想看，再過幾年，我們可能還會有新的發現，進一步刷新對人類起源的認知，這是不是特別讓人興奮？可能還有人會問，知道人是魚進化來的，有什麼用啊？其實這不僅是滿足我們對我從哪兒來的好奇，更能幫助科學家理解生命演化的規律。比如，通過研究古魚的牙齒演化，能了解人類牙齒疾病的起源；通過四肢的演化，能明白脊椎動物適應環境的機制。而且，這也是中國科技實力的體現。從澄江生物群到熱河生物群，再到現在的重慶、貴州化石庫，中國科學家一次次在古生物學領域取得重大突破，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在基礎科研上的實力。最後，我們再回到最開始的問題，人真的是魚進化來的嗎？現在你應該有答案了。是的，但這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而是一場跨越5億多年的充滿奇蹟的演化之旅。4億多年前，那條在遠古海洋裡游弋的古魚，肯定不會想到，它的後代會在億萬年之後站在地球上，用科學的方法追溯自己的起源。而中國科學家找到的那些化石，就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橋樑，讓我們終於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和遠古魚類之間那千絲萬縷的聯繫。好了，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還不錯，請訂閱、按讚、分享，
也可以在評論區說說你的想法，讓我們一起跟着科學家的腳步，繼續探索生命起源的奧秘。